1980年代初，在西雅图，约翰·高特曼博士创建了他的爱情实验室。这个听起来像是某种浪漫喜剧的名字，实际上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设施，有着隐藏式摄影机、生理监测设备等等。在这里，爱情被解剖、分析、量化，数千对夫妻在这里度过了被观察的时光。他们的每一次互动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一句话语都被记录下来。爱情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谜题，在实验室中，他观察了超过3000对夫妻长达40多年，发现它有着意想不到的规律性。而在这些规律中，高特曼发现了4个特殊的角色，他称之为4骑士。批评骑士总是第一个到来，他身穿尖刺盔甲，手持指责之矛，他不针对具体事件，而是攻击整个人格。批评骑士常说，你总是迟到，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。在爱情实验室的录影中，研究者们看到无数次批评骑士的现身。当一方开始使用总是和从不这样的绝对字眼时，指责从行为转向人格。批评骑士已经踏入了关系的门槛。例如，婚后第3年的马克和小芳来到爱情实验室，录影中显示，当讨论家务分配时，马克说，你从来不记得倒垃圾，我必须提醒你100次。这不是对行为的抱怨，而是对小芳本质的攻击。批评骑士在他们之间站稳了脚跟。如果批评骑士未被阻挡，蔑视骑士便会紧随其后。他比前者更为危险，身披轻蔑的斗篷，眼中闪烁着优越的光芒。蔑视不只是愤怒，它包含了鄙视、嘲讽、眼睛翻白和嘴角上扬的冷笑。它传达的信息是，我比你高一等。在爱情实验室的生理监测仪器上，研究者们发现，当一方表现出蔑视的时候，另一方的心率会显著升高，免疫系统功能甚至会受到影响。蔑视是关系中最具毒性的元素，高特曼称它为关系癌症。你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真是没用。小芳这样回应马克忘记买牛奶时，蔑视骑士已经加入了战局。马克的脸瞬间变红，心跳加速，生理数据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刻的伤害。防御骑士手持盾牌，随时准备反击。当批评和蔑视的攻击来临时，人类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。不是我的错，你也没做好，我这样做是因为你。防御看似自我保护，实际上却是推卸责任，它阻挡了真正的沟通和理解。在爱情实验室的对话分析中，研究者发现，当一方开始防御时，冲突往往会升级，而不是缓解。小芳指出，马克忘记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马克立刻反驳，我工作那么忙，你知道我有多少事要记吗？再说，你去年不是也忘了我生日吗？这是防御骑士已经加入了战局，冲突开始恶化。最后到来的是筑墙骑士，他不带武器，只有一面高墙。当前3位骑士的攻击变得难以承受时，一方或双方开始情感上的策略。这时候的表现为沉默、转移话题、身体转向、眼神游离。这不是冷静，而是放弃沟通，放弃连接。爱情实验室的生理数据显示，筑墙者的心率通常超过每分钟100次。处于高度压力状态，他们并非不在乎，而是太在乎，以至于无法承受更多情绪冲击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我去看电视了。当马克这样结束争论时，筑墙骑士完成了4骑士的最后一步。小芳独自在厨房流泪，而马克在客厅盯着电视，心率却高得惊人。仪器中是记录着这一切。爱情实验室也发现了拯救的方法。高特曼发现，成功的伴侣能够阻挡4骑士的进攻，他们有修复尝试，也就是那些在冲突中缓和紧张的小举动，一个玩笑，一个真诚的道歉，甚至只是一个温柔的触摸。6个月后，马克和小芳再次来到爱情实验室。这次当争论开始时，马克深吸一口气说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有时候确实会忘记事情，这让你感到不被重视。小芳的表情软化了，她轻轻握住了马克的手。仪器显示2人的心率同时降低，他们找到了阻挡4骑士的方法。
让我们学会阻挡四骑士的技巧，就能写下自己成功的故事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如有一点收获，请帮忙转发出去，你的鼓励是我们的动力。谢谢你，我们下回见。